五常國家的四常前後都來中國了，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其他國家元首訪華，馬上塞維亞的武契奇也來訪華，頗有點萬國來朝的感覺。奧地利媒體標準報說，中國在全球政治中越來越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中央帝國。今天與大家分享的是奧地利德語媒體標準報報道普京訪華。說點題外話，昨天看歡迎儀式畫面，感覺普京老了，走路時腿腳好像有點不太方便，不知道他選好了接班人沒有。國事訪問，普京與習近平繼續保持戰友關係。就在唐納德·特朗普訪華後不久，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也抵達北京。中國這個中央帝國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越來越名副其實。配圖說明，孩子們在特朗普訪問時也曾被安排表演歡迎活動。如今，習近平又接待了弗拉基米爾·普京。這段尚不設限的夥伴關係，甚至延伸到了諺語之中。普京剛一抵達北京，就引用了中國豐富的諺語來讚美東道主習近平。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雖然普京此次只在北京停留1天，但兩位國家領導人沒有放過任何展示中俄友誼的機會。就在幾天前，唐納德·特朗普剛從華盛頓飛抵北京，並同樣受到習近平的高規模接待。這位美國總統近10年來幾乎沒有再訪問過北京，他希望借此修補與中國已經受損的關係，而習近平則利用這個機會以及普京的到訪，展示中國這個中央帝國在全球政治中越來越符合其名稱的含義。也許普京的訪問早在2月份就已經安排妥當，也許特朗普與習近平的峰會是後來臨時推遲的，但從外界觀感來看，這樣的安排並不違和。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紛紛來到北京，並在那裡受到偉大領袖習近平的接見。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共同點遠遠多於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共同點，這一點無需特別強調。尤其自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以來，中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而華盛頓與莫斯科以及北京之間的關係則始終充滿矛盾與衝突。在習近平主導下舉行特朗普普京會晤，因此普京與習近平周三發表全面聯合聲明，並簽署約40項協議，也就不足為奇了。特朗普訪華期間並沒有取得類似成果，不過那次訪問的成功也不能只以立刻產生的結果來衡量。特朗普飛往北京，為未來幾個月打開了一些大門，例如習近平很可能將在9月回訪美國，或者兩位領導人還可能在中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上再次會面。屆時，普京預計也會出席。至於是否可能在習近平主導下促成特朗普與普京會面，克里姆林宮至少沒有排除這種可能性。從美國角度來看，問題在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至今似乎完全不懂得如何利用與北京之間的緩和關係來服務美國自身利益。人們越來越覺得，中國在每一次會晤後都變得更加強大，而華盛頓則不斷自擺烏龍。中國應對得十分巧妙。中國在這場大國博弈中巧妙利用了機會。普京需要習近平，無論他向中國提供多少廉價石油，都改變不了這一點。根據雙方聯合聲明，普京所稱的俄中合作火車頭未來還將進一步擴大。此外，兩國還希望加強軍事合作，共同應對各種挑戰和威脅。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繼續呼應俄羅斯的立場，而俄羅斯則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國還再次譴責對伊朗的攻擊。總體而言，普京稱中俄關係是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穩定因素之一，而就在幾年前，這樣的說法聽起來還像是天方夜譚。一個國家入侵了鄰國烏克蘭，另一個則威脅對台灣發動軍事入侵。然而，在西方世界中，這種觀點如今也越來越有支持者。而這兩位專制領導人對此最感謝的人，恰恰是唐納德·特朗普。與此同時，在北京峰會陰影之下，
另一個被特朗普此前冷落的亞洲大國也正在訪問歐洲。印度總理莫迪在訪問挪威和瑞典之後，於週三抵達意大利。與普京與習近平在北京喝茶時，莫迪則在羅馬向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贈送了一塊印度 Melody 巧克力。印度被視為亞洲中相對於中國的民主替代選項。今年年初，歐盟與印度已經簽署了一項全面自由貿易協定。好的，朋友們，看了充滿對中國敵意的奧地利媒體報道之後，咱們來看看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始終是戰友夥伴，俄羅斯也是最可靠的夥伴，其他國家恨不得像140年前那樣奴役中國，這一點中國從未忘記，也記得當年對毛澤東部隊的支持，這些記憶讓彼此更加緊密。普京與習近平批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違反國際法。此外，針對伊朗和委內瑞拉，雙方還批評了那些肆意殺害國家領導人以及為實施虛假審判而進行綁架的惡劣行徑。雙方對日本加速重新武裝表示嚴重關切，認為這構成了對地區穩定的威脅。北約向亞太地區的擴張也與該地區的安全不相容。看跟帖，憑什麼說日本把軍力擴充到中國軍力的1%的水平就會構成威脅？戰爭成本越低，爆發的概率就越大。烏克蘭這事就是最好的例子。要是當初他軍備實力更強，普京根本不會貿然發動攻擊。再往下，中國在這場大國博弈中巧妙把握住了所有機遇。其實習近平與普京、特朗普打交道根本不是玩撲克，而是玩阿爾卑斯山區有名的紙牌小遊戲，而且次次都能贏。下則，雖然不少人還拿俄羅斯要被中國接手這類話打趣調侃，但在我看來，往後咱們要面對實打實的嚴峻困境。美國已經徹底疏遠我們了，歐洲壓根沒決心全力捍衛自身利益，不管是原材料資源還是經濟層面，抗衡中美都做不到。德國至今都沒出台合理的義務兵兵役制度，奧地利還死守着中立立場不肯改變，外加美伊矛盾遲遲未能化解，霍姆茲海峽的通航問題也一直懸而未解。總而言之，眼下局勢實在不容樂觀。咱們繼續往下，他倆估計都把外行特朗普狠狠嘲笑了一番。再往下，這場仗打得一敗塗地，俄羅斯如今日漸落魄，越發成了中國眼裡的廉價合作對象。繼續往下，能不用中國貨就盡量避開，歐洲企業也該這麼做。看跟帖吧。大勢早已定局，無力回天了。歐洲企業還能撤出中國，可反過來想把在歐的中國企業趕出去，已經做不到了。咱們看另一個人的跟帖。那麼你從電視、手機開始抵制吧，還有藥品、汽車、光伏設備、火車、服飾全都不要。正要搞抵制，那各類零部件、半成品也得算進去。就連咱們口中所謂邪惡中國產的鋼材、鋁材原材料也都得排斥。下一則，就因為這個昔日想稱霸一方的國家元首第100次跑到中國登門求助，就能說明中國在國際政壇地位舉足輕重嗎？嘴上說的天花亂墜的永久友好關係，說白了也就只能維持在俄羅斯還有東西能拿來交換的階段。普京如今處處都被習近平拿捏得死死的。看跟帖，兩國有着大約4200公里的共同邊境，近13年來，在中俄兩位領導人推動下，邊境往來愈發暢通。近年來，雙方貿易額大幅上漲，交易品類也早已不只是石油，如今各領域合作遍地開花，就連高科技領域也多有合作。此次會面還一同慶祝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這份交情絕非危難之際才倉促建立。雖說普京此前直到2020年代初，外交重心一直都放在歐洲這邊。繼續往下，鋪紅地毯、講客套話，這些外交場面背後，現實格局殘酷。
俄羅斯因為戰略決策接連失策，實際上已經淪為中國的小弟，還成了對方低價供油的能源補給站。要是還幻想雙方是平等並肩的盟友，那就是把宣傳話語術當成實打實的經濟現實了。如今特朗普主動到訪北京，無形中把世界舞台的主導地位拱手讓人，這根本算不上高明博弈，反倒凸顯出美國如今出現了戰略空缺。如今的地緣政治格局是靠供應鏈、彼此依存關係和核心技術來定輸贏的，絕非鏡頭前的客套話就能決定。輿論討論也該多來點務實的現實視角才好。再往下，特別想知道他們倆私下裡對特朗普最真實直白的看法，估計聽着既十分好笑，又讓人心裡不安。用好用的愣頭青來形容，恐怕都算很客氣的說法了。跟貼，確實是這樣，而且我猜習近平對普京的看法也好不到哪去。再往下看，中國以往的朝貢體系其實從來就沒有真正消亡，普京如今就如同番薯一般依附臣服，主動奉上利益換取支持，借此保住自己一方掌權者的地位。朋友們，德國《世界報》報道普京訪華用了這樣的標題：霸權行徑四處蔓延，普京在場之際，中方直言暗批美國。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到訪北京，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雙方強調團結一致。普京稱中俄兩國是推動世界的共同火車頭，習近平則借此次會晤暗批美國。好的，朋友們，我們接着看看德國《世界報》的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俄羅斯打算加大對華資源輸送力度，洽談許久的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氣管道也有望落地。這條管道計劃途經蒙古國，把俄羅斯天然氣輸送到中國。這事根本沒人攔着，反正咱們也不在乎能不能拿到平價原材料。德國今年一季度已經流失了40多萬個工作崗位，可這都無所謂，畢竟公職崗位還在不斷增加。被炸壞的北溪輸氣管道自有美國人來打理，我們只管端着所謂高尚立場冷眼旁觀，眼睜睜看着德國本土工業崗位一個個不斷流失。繼續往下，歐盟硬生生把自己搞得處處落後，阿塞拜疆和中國坐擁全球頂級天然氣資源，那邊很多人甚至都不清楚德國是什麼地方，大把財富和發展機遇全都白白從我們身邊溜走。當地80%汽車都是中國造，款式新穎，智能配置拉滿，新車售價才12000歐元。可我們呢，到處對外無償援助，還主動把自己搞成能源緊缺的國家，這到底糊塗到什麼地步？更離譜的是，大家還心甘情願選出這些無能又軟弱的政客掌權。咱們再往下看，雙方正有條不紊地深化雙邊合作。早在2022年戰事爆發前夕，中方領導人出訪莫斯科時，話筒無意間收錄到一席話：我們將要打造出100年未見的世界新格局。兩大強國正一同推動世界朝多極化格局轉變。特朗普早已看透這一趨勢，可歐盟還一味覺得當下只是遭遇危機，實際上我們正身處全球格局大變革的進程之中。下一則，早在2023年，包含中俄在內的金磚國家擴容時，按照購買力計算的 GDP 總量就已經超越了含美國在內的7國集團，佔比32.2%對比30%。而且金磚陣營人口總量超35億。再說說資源方面，金磚國家物產極其豐富，天然氣、石油、各類礦石、稀土、金、銀、銅、鑽石等應有盡有，儲量十分龐大。技術實力上，中國早已趕超歐洲，也正在快速追上美國。近期新聞也都爆出，西方極度依賴中國稀土資源，一旦中國收緊供應，西方股市立馬就會受到重創。總結下來就是，未來幾十年乃至更久，都將是金磚國家主導發展的時代。繼續往下，
忠心的附庸向來只會向主子俯首稱臣。說到底，德國選擇黨的一眾支持者本該追捧習近平，而非普京。咱們看跟帖，我們只是希望和各國維持正常友好的關係，開展符合德國自身利益的經濟往來。眼下的政策明顯損害德國本土發展優勢，實體產業和專業人才不斷外流，還讓德國捲入戰爭的風險越來越大。這些全都不利於德國發展。下一則，單看中國外長親自到機場迎接這一幕，就足以說明這次會面是好友兼夥伴之間的友好往來，和上周的到訪氛圍截然不同。不管有些外行網友怎麼亂評論都沒用。看跟帖，還說是朋友，這兩位領導人分明都來自十足的獨裁國家罷了。再往下，如今局勢這麼緊張，白宮裡卻沒有里根那樣有魄力的政治家坐鎮，實在可惜。要是里根還在，一定會強硬劃定底線，勒令中俄止步不前。偏偏在這緊要關頭，白宮掌權之人行事糊塗，分不清敵友，還天真的以為中俄會聽從他的擺布。中俄兩國領袖都是深耕政壇數十年、深谙長遠布局的戰略家，而特朗普說到底只是個地產商，一心只求速成政績和輿論好評，還固守老舊的敵我對立思維。這般形勢正從內部不斷削弱美國實力。下一則，事實根本不像我們這邊智囊團說的那樣，俄羅斯從來都不是孤軍奮戰，而且從實際行動來看，中國從未主動挑起無端戰事。他們很清楚自己手握另一股穩步取勝的底氣，教育、科研、實體制造力全面發力。再看看我們這邊年輕一代的發展潛力，想要實現富足安穩，謀求長遠發展，前景實在不容樂觀。再往下，中國倒是挺顧及情面，還特意給這個依附自己的資源供應國留足面子。下則，習近平一直批判單邊霸權行徑，難不成他說的是台海問題、南海爭端、中印邊境、中國不單邊境以及佔領西藏這些情況嗎？看跟帖，中國和俄羅斯一樣是結構性的法西斯獨裁政權，只不過被塗成了紅色。繼續往下，這個乞討者正前去領取他的新指示。再往下，談何體面？俄方如今軍力早已今非昔比，現在直面對方實力，反倒滿是難堪與窘迫。下一則，全程都是按正式外交禮節接待，會談圍繞國際地區事務以及經濟議題展開。況且特朗普前幾天也剛到訪過，這般平平無奇的常規場面，實在算不上什麼出人意料的新鮮事。最後我們看看德國《時代報》報道普京訪華，普京點讚中俄關係積極發展勢頭。習近平在北京接見俄羅斯總統，兩國計劃加強經濟合作。普京邀請習近平2026年訪問莫斯科。好的，老規矩，看評論。第一條，提到弗拉基米爾·普京時，應該始終寫成大規模殺人犯普京。下一則，當年德國聯邦議院事實上拒絕了普京伸出的友好橄欖枝，這份荒唐之舉將我們推向了如今的境地。繼續往下，如今世界大局全由兩大巨頭說了算，我放眼歐洲，壓根看不到它有啥分量。難道現在國際舞台上，歐洲已經徹底沒存在感了？大概率就是這樣。再加上那幫軟骨頭領導人，落到這步田地一點不奇怪。好的，再往下看。19世紀，大清帝國接連簽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就包括1858年愛會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前後各讓了約150萬平方公里土地給沙俄。如今俄羅斯海港城市海參崴一帶的地界也包含在內。如今國力形勢早已逆轉，風向徹底偏向中國。經濟層面，俄羅斯反倒成了依附一方，
基本就充當着資源供給國的角色。在中亞這類傳統勢力範圍裡，中國正不斷擠壓俄羅斯的空間，穩步擴大自身經濟影響力。現在中國國內網絡上越來越多人翻出歷史舊事，主張收回如今劃歸俄羅斯的舊時故土。這類懷舊復盤、索要故土的言論漸漸被政府默許。中方也並沒有把這些呼聲當成空談亂象，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官方新版標準地圖出爐，把俄方境內諸多昔日華夏屬地、爭議地區，比如黑匣子島等地，重新標注上了舊時的中文地名。這件事背後的態勢正在悄悄發生變化，只不過普京所想的大概率壓根不是這回事。下一則，這事挺有意思的，文中卻沒有提及。中方接待普京時，全程都是標準儀仗隊迎賓儀式，放眼望去，全是整齊列隊的軍人儀仗陣容。再看接待特朗普呢，滿眼除了孩子還是孩子，這其中傳遞的意味不言而喻，處處都暗藏着不同層面的深意。繼續往下，戰略這東西向來都很深奧，布熱津斯基早就定下西方的政治戰略思路，拉攏烏克蘭等一眾前蘇聯加盟國，給他們畫好加入北約的大餅，而這套策略早早就埋下禍根，最終直接釀成了這場戰爭。這套戰略最大的失誤就是硬生生促成了中俄抱團結盟，反倒讓中國的戰略實力愈發壯大。站在西方角度來看，他們在對俄軍事層面確實佔到了便宜。芬蘭、瑞典也順利加入北約，烏克蘭即使元氣大傷，依舊算是西方陣營的盟友。俄羅斯也認清了現實，明白常規戰力早已無力抗衡，數十年積攢的國際聲望也一落千丈。可在美國眼裡，這場衝突全程都在變相壯大中國勢力，所以美方如今一心想盡快結束烏克蘭戰事。至於歐洲到底作何打算，完全摸不着頭腦。不少人會反駁說，當初效仿奧地利模式，讓烏克蘭保持中立，就能避免戰爭。事實也確實如此，既能阻止戰火爆發，減少雙方合計150萬的傷亡，也不耽誤烏克蘭日後慢慢融入歐盟，還能維持現有經濟格局運轉。西方骨子裡凡事都要爭贏，毫無耐心的行事作風本身就是衝突滋生的根源。身處這套西式思維裡的人卻始終看不透，這也是走到如今局面的關鍵原因。早就有個貼切說法，西方必勝主義，我們真該從中吸取教訓。下一則，普京稱讚俄中兩國關係發展勢頭向好，而我反倒樂見烏克蘭遠程打擊武器實力不斷提升，正好讓俄羅斯親身嘗嘗被轟炸是什麼滋味。如今烏克蘭總算不再一味受制於西方的政策束縛，畢竟在遠程武器這件事上，西方本來就一直對他置之不理，袖手旁觀。倘若戰火始終燒不到俄羅斯本土，本國領土毫髮無損，那俄羅斯民眾自然壓根不在乎邊境之外打成什麼樣。繼續往下，中國人太精明了，趁着全球各地亂局，順勢撈好處。反觀我們，反倒把我們自己搞得越來越弱勢。繼續往下，習近平去莫斯科幹嘛？反正他早就把那邊掌握在手裡了。如果他想要什麼，只需給普京打個電話，告訴普京該做什麼就行了。再往下，談及俄羅斯的中國化，相關人士表示，我們願意開始學中文，因為我們真心覺得這是剛需。積極和中國發展文化往來，已是我們眼下唯一可行的發展出路。畢竟，俄羅斯本國當下的發展重心全都放在修建莫斯科新地鐵站，在塔吉克斯坦新建新學校這類事務上。好，我們看最後一條評論。普京如今犯下了和西方國家一樣的錯誤，他沒能看清中國長久以來一直奉行中國優先原則，只是用典型的東方處事方式行事，處事得體低調，盡量不顯鋒芒。但到頭來所作所為全都只為自身利益考量，這壓根算不上什麼友誼，即使外界總刻意往友好親近上引導。好的，各位朋友，今天到此吧。
不知各位對德語媒體以及網民對於本次普京訪華有何看法？你們是不是也發現了，從德語媒體到民間，是不是暗藏着深深敵意？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我們下期見。